美国人不买，中国人买。自从美国川普政府发起关税战以来，这句话几乎成了中国经济圈的救命咒。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，中国有14亿人口，涉零总额近50万亿的庞大市场，对美出口那点零头算什么？只要内需一发力，出口转内销，分分钟补上缺口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当你看到下面这组数字，可能会倒吸一口凉气。2024年，中国对美出口总额5246.56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3.88万亿元，占中国总出口的15%。而同年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.7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3.5%。表面看，对美出口仅占涉零总额的8%，即便美国市场全线崩盘，国内市场似乎也能轻松接盘。但真相远比数字残酷。关税战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法，而是一场从微观到宏观的血泪仗。中国经济正在被这场风暴撕开一道道隐形伤口。别急，接下来我将带你走进这场接盘梦的真相，用数据和事实撕开那些过于乐观的幻想。宏观数据很美，但经济问题从来不是靠加减法就能解决的。尤其是消费领域，微观的供需匹配才是关键。你给我一堆袜子，可我需要的是面包，我会买吗？我一天只吃3个面包，你塞给我10个，我会多吃吗？这就是供需错位和边际效应的铁律。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消费类产品，占比高达70%以上，其中6大家电、空调、冰箱、电视机、洗衣机、吸尘器、微波炉占了16.5%。这些商品是为美国市场量身定制的，真的能无缝转内销吗？我们来逐一拆解。先看家电。2024年，中国家电零售市场规模约9600亿元，同比增长5.9%。乍看不错，但这增长背后全是国补政策的功劳。2024年1至7月，家电市场规模同比下降4.3%，惨不忍睹。8月后，政府祭出大规模补贴，12月更是推高零售额，同比增长23.4%，才勉强扭转颓势。但补贴不是万能灵药，家电是典型的边际效应商品，家里一台冰箱够用，你会因为便宜再买一台。2025年1至2月，冰箱和电视机内销同比仅增5%，洗衣机增9%，补贴效应已明显退潮。更致命的是，国内家电市场早已饱和。2024年，空调产能2.8亿台，内外总销量仅1.8亿台，产能过剩近1台。电视机、洗衣机也好不到哪去。如果对美出口的家电转内销，相当于把这部分过剩产能刀刃向内，国内市场能消化吗？答案是难上加难。再看吸尘器和微波炉这2大边缘品类，微波炉因健康顾虑在中国市场连年萎缩，2024年内销同比下降7%。吸尘器更惨，扫地机器人等新品崛起，吸尘器市场份额被挤到角落。对美出口的这2类产品，本就是为美国中产家庭设计的，国内消费者压根不买账。补贴都拉不动，谈何出口转内销？家电只是冰山一角。对美出口中，玩具占比5%，但国内低生育率让玩具市场天花板极低。2024年玩具内销仅增2.3%，日用杂件占11%，更离谱。竞选纪念品、圣诞节装饰品这些网红小玩意，几乎是为美国节日定制的，中国人谁会买？新能源车看似是个亮点，但它本质上是替代型消费。多卖一辆新能源车，就少卖一辆油车，内需增长的净效应几乎为0。
更别提新能源车对美出口占比虽小，但增长迅猛，一旦受阻，相关产业链的冲击不可小觑。对美出口商品的供需匹配，根本不是宏观数据能掩盖的。国内市场不是万能垃圾桶，无法消化为美国市场定制的商品。靠补贴硬拉消费，只是饮鸩止渴，内需的真实潜力远没有想象中乐观。如果说供需错位是接盘梦的第一道裂痕，那么消费力的萎缩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内需市场够大，就能接住出口的漏水，但他们忘了外需和内需从来不是割裂的，关税战对出口的打击会直接掏空中国人的钱包。过去40年，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，出口和消费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性。数据显示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，中国进出口总额骤降14%，涉零总额增速从21.6%暴跌至负0.5%。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，中国涉零总额增速从8.9%降至8%，看似微跌，但对应的是中美贸易额下降14%，且仅持续1年。如今关税战规模更大，持续时间可能更长。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，2024年中美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11.7%，对美出口占总出口15%，贸易顺差占总顺差30%。如果对美出口大幅下滑，消费力会受到多大冲击？别以为关税战只伤沿海经济强省，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4大外贸大省贡献了全国60%的出口和50%的涉零总额，外贸一感冒，消费就发烧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内陆省份，四川和河南的对美出口依赖度高达20%，高于沿海省份。两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，出口额虽不高，但从业人口众多。一旦出口受阻，失业潮将直接冲击消费力。以河南为例，2024年对美出口的电子产品和服装鞋帽占其出口总额的40%，涉及数十万就业岗位。如果这些岗位缩水，河南人的钱包会迅速瘪下去，哪还有钱接盘内销商品？关税战不仅直接减少就业和收入，还会引发信心危机。2024年，中国居民储蓄率已攀升至32%，创进10年新高，意味着消费者宁愿存钱，也不敢花钱。资本市场同样承压。2025年初 ，A 股市场波动加剧，投资者信心低迷。消费力一旦萎缩，内需市场如何接盘数千亿美元的出口转内销？没有消费力的支撑，内需市场就是一座空城。关税战对出口的打击会通过就业、收入、信心等链条层层传导到消费端。涉零总额的历史辉煌无法掩盖未来的隐忧，接盘的底气正在被一点点抽空。出口转内销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，而是一张从微观到宏观的庞大考卷。关税战的代价远超贸易额的表面数字，涉及产能、资本市场、地缘政治等方方面面。最终，这些代价都会传导到消费者身上，中国人将成为经济的终极买单者。对美出口商品的产能本身就已过剩。以家电为例，2024年空调产能过剩近1台，电视机和洗衣机也好不到哪去。如果出口转内销，相当于把这部分过剩产能导进国内市场，后果是什么？企业只能降本增效，裁员、降薪，价格战轮番上演，家电产业将卷到无路可走。关税战不仅撼动中美贸易，还会波及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。2025年，全球资本市场已因中美摩擦而波动加剧，外资撤离、汇率承压、股市低迷，这些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削弱消费者信心。金融系统的承压能力
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。关税战的影响不会止于中美、欧盟、东盟等市场可能跟进提高关税，中国出口环境将进一步恶化。2024年，中国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的 14%， 一旦欧盟效仿美国，中国的外贸版图将雪上加霜。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压力将让中国企业陷入更深的困境，所有经济代价最终都会传导到消费者。企业裁员，工人失业，物价波动，钱包缩水，信心低迷，消费萎缩。关税战不是宏观数据的纸面游戏，而是一场直击每个中国人的生存危机。美国人不买，中国人买的口号听起来热血沸腾，却经不起推敲。供需错位，内需疲软，消费力萎缩，产业内卷，关税战带来的冲击远比宏观数据残酷。数千亿美元的出口转内销，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实现的，而是要用真金白银、血泪代价去填补的。中国经济站在十字路口，关税战的阴云正迅速逼近。如何在出口受阻的逆境中激发内需、稳定就业、重建信心，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终极考题。这不是一道选择题，而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生存战。中国人真的准备好了吗？